沐天席地，江山下酒，老广乡愁秘境绽放，跨山越海，兼收并蓄，岭南技艺有容乃大。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？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？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，至诚至信的心中。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。食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，历史并不久远，崛起于明清，鼎盛于民国。粤商逐鹿之所，即是粤菜风行之地。粤菜因商而大，因厨而精。粤厨四海为家，沟通中外，无意中把大协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。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。平時咧呢度好多嗰啲鴿飛來飛去嘅，嗰隻一堆麻雀。我作為一個南方人，大家北京咧都可以講係扎根啦。像鳥兒一樣遷徙，生活總是在別處。古之輝廣州番禺出生，16歲孤身去香港開啟廚師生涯，扎根粵菜20年，隨後去日本一家高級粵菜餐廳做了4年總廚。46歲調任回到北京，這是古之輝60年的人生寫照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見識同埋學習嘅，亦都唔中意咧喺一個地方咧逗留太長時間。咁喺2000年嘅時候咧，粵菜嘅發展亦都好興旺，好多粵菜嘅廚師就去到唔同嘅地方當主廚啊，開餐廳啊。咁我咧亦都係藉着呢個東風。6年前，古之輝在高手雲集的北京創業開店，只用了2年時間就摘下米其林1星，並保持至今。我嚟咗北京之後咧，我就發現好多名店，佢最出名係咩咧？就北京烤鴨，所以我就除咗傳統粵菜掛張脆皮乳鴿，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。餐廳是舞台，後廚是戰場。古之輝的底氣來自無法複製的味道。第一步咧，將啲鹽炒香，再加五香粉，將個乳鴿醃咗佢入味先。好啦，放翻去雪櫃，大約係4至5個鐘。簡單的背後是複雜，豬骨和雞爪熬出高湯是粵菜常用的調味手法，12種香料按比例秘製滷水。醃製好的乳鴿與滷水料包一起放進高湯，只需15分鐘，乳鴿就完成風味的升華，9成熟的肉質軟滑細膩。我依家都聞到好香嘅乳鴿味，同埋香料嘅香味，好和味嘅呢個味道。傳統粵菜師傅用麥芽糖和醋製作脆皮水上色，形成脆皮，但古之輝另闢蹊徑，來了一次技術革新。即係糯米粉、生粉夾埋一齊咧，再加上蛋白粒麻糖咧，起咗個化學嘅作用，咁個皮咧就好酥脆啦。放棄脆皮水，改用掛漿方式，均勻而輕薄地淋滿乳鴿表皮，掛爐烘烤5分鐘，高溫固定掛漿。上桌前完成最後的點睛之筆，油炸。乳鴿慢慢變為金黃，逐漸鼓脹，散發豐腴的誘惑。外皮酥脆，鮮嫩多汁。我哋依家嘅掛漿脆皮乳鴿工藝做到非常之受顧客歡迎，但係覺得仲可以繼續提升嘅，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適嘅乳鴿品種呢？這個位於北京近郊的鴿場是古之輝此行的目的地。從事鴿子養殖工作10幾年的孫紅，與古之輝稍一切磋，便有了共同語言。其實我們一般在市場買到那些鴿子呢，有2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如果的味道比較腥，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。您買的是育肥鴿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進去看一看它是怎麼生活的。這種白羽鴿
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，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、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。鸽子是没有胆的，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，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，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。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，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。深夜的餐厅是古智辉的味覺實驗室。呢個掛漿脆皮乳鴿，我足足用咗7個月嘅時間，大概250隻乳鴿左右，唔同大小、唔同嘅生長日期、唔同嘅口味去研發。最近咧喺北京咧揾到一個供應商，咁就唔使喺廣東運啲乳鴿落嚟北京啦。蒸魚最考驗粵菜師傅的基本功。東星斑則是高檔粵菜宴席上的常客，古智輝的處理手法別具一格。因為呢個大骨呢不容易熟，有骨頭呢吃起來也不方便。這個魚呢處理好了，下鍋可以蒸了。撒鹽抹油，保證魚肉蒸製後鮮嫩可口，這是普通技法。但古智輝的操作顛覆常人的經驗，不用蒸香，改蒸為浸。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廚師叫佢嚟擺酒，呢叫到會。我有10圍嘅要蒸魚嘅，即係冇咁多蒸箱。咁個廚師咧諗到咧條魚咧就燒大鑊水嚟浸熟佢。嗰條魚咧啲厚薄均勻啊，嗰啲水咧仲要起個水眼嘅。咁我覺得當時嘅廚師咧好有智慧。相比用蒸汽加熱的傳統烹飪，熱水讓魚的每個部位均勻受熱，快速封鎖汁水，魚肉更為嫩滑。東瀛打拼的經歷也讓他有了異域風情的融會貫通。他從日料天婦羅的技法中獲取靈感，把深受老廣喜愛的筍殼魚切片，裹上脆薑粉，再粘上薄薄的杏仁片，熱油下鍋，最後淋上一勺蔥薑汁，魚肉嫩滑，杏仁香脆，這道中日結合的菜式就此完成。玩轉後廚，古智輝的創新花樣繁多，粵菜中的湯被他包上了一層薄薄的皮。其實呢個龍蝦湯包咧，靈感咧就喺個傳統嘅粵菜灌湯餃。把原汁龍蝦和其他海蝦敲碎，再下鍋煎出油脂和香味。食指大動，長夜美至極。京城餐飲江湖競爭激烈，古智輝如履薄冰，時刻不敢放鬆。喺70、80年代，粵菜咧一定要大碟夠體面，客人先至覺得係滿意。但係依家就追求精緻、健康、時尚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做廚師咧都有與時並進，先追得上個潮流嘅。古智輝的餐廳後廚不但菜品海納百川，就連人也是五湖四海。睇睇先，有廣東，有內蒙古，有河南、河北，還有安徽。等你吃安徽菜，你吃這個粵菜，你覺得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。非常好吃就是不懂吃。我覺得這個菜呢，每一碗都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。好幸運，以前跟過好多香港嘅老師傅，好多古法嘅做法，做唔同嘅粵菜。依家將粵菜傳承，令到年輕廚師能夠接得到，推向全國，推向全世界。古智輝的粵菜餐廳從北京開到西安、成都等地。小鳥又在展翅高飛，
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。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，2000米海拔的高度，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，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。好久没出去玩了，所以玩到按喇叭。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变的。对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。对。哎，下个雨就是吧，太好了。全部是青苔。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兴和好朋友朵朵，一有空就往野外跑，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，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。哎，这个米酒喝一下，好香啊！好香，你倒一下。不，带点给这个。谁是盘子苗家人的蓝门好酒拦不住2人的脚步。门前有块地，有菜场，有鱼塘，太幸福了。他们羡慕我们，我们羡慕他们。我抓只鸡给你看。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，看到山野之物，彪悍气质自然流露。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，清水做锅底，辣椒做蘸水，煮一切食物。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。宋德兴尝过美食，更寄养难耐，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。第2天，攀爬着1800米海拔的高山，宋德兴和朵朵开始寻找食材。哎，这12根呢？哦，这就是我们在那个餐厅煮来吃的那个。宋德兴入行30年，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，而后扎根贵州20年，一直坚守粤菜8字心法，就地取材，本味为先。到处都是好东西啊！走，我们先把木姜子找了。OK。在农村长大的宋德兴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，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。这个房子好漂亮啊！你没有木姜子哈？好了，来我拍张照片了，好美。我高2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，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就退学去打工了。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，自学摄影。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，就跑去学厨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！哇，好香！你平时用木姜子来做什么？天气有点热的时候，放点木姜子在菜里面，它就不变味了。哦，它防腐。是。木姜子也叫山胡椒，集香、辣、麻于一身，可以驱寒去腥、提味增鲜。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，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。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杀只羊哈，养的时候味道看。好。绝对好，你看嘛，这么好的空气，这么好的溪水，这么好的草，怎么可能不好吃嘛？阿姐，哎呀，差点迷路了。走。在老朋友阿吉的家，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。这一步是特别小心，弄到它肚子它露出来就很麻烦。是杀的特别细心，后来到这就脏兮兮的了。脏兮兮的。哇，这羊的网窑，等一下拿出来包的鱼来烤啊。在宋德兴眼里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。它的肌理啊，这天然的纹路哈，拍张照片，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。漂亮呀！这个是羊绿啊，偏绿的这个。偏绿的，哇，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。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始变色。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，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。宋德兴作为赶尝鲜的老广，早就爱上这一口。回甘，很干，苦干的哈。对。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！而且一头羊的价值哈，最高就是这个扁哈，就是这个了。对，比黄金还好啊。
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，快速翻炒，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，最后必须加上瘪汁，才算大功告成。这道菜苦凉回甘，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，增进食欲。哇耶，太美了！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，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。豆豆，你今天会负责把羊肠烤来吃哈？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过头发，帮羊肠编个头发。哇，爆浆了！宋德兴野外做菜，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，都是信手拈来，就地取材。这是搓前草，这真的靠山吃山啊！苗家必备的酒坛，成为宋德兴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。它酒是活的嘛，它有微生物在这坛壁上面，经过温度了之后，微生物跑出来和这汤啊，融在一起啊，比那味精味鲜了。我们平时做菜不放味精。车前草被放进瓦煲里煮好，再加入酒坛中，把羊肝、心包血烫熟，并用坛子保温，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。我尝一下有没有够。宋德兴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，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，煮上半个小时。取出羊腩，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。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。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，忘记了，之后就不断的冲，就成了这个名菜哈。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，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。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，加上水和油焖煮。待水分蒸发完毕，鸡肉嫩熟，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，引人垂涎。来，哦吼！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，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。宋德兴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，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。我们家好像之前都没有，就白切啊，对对对，用米汤来把羊肉浸熟了。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，临时发挥出来的。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，我巴不得天天往乡下跑啊！你还要把方法教我，随时没有任何问题。感谢感谢。老爸，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给你煮的面啊。黔东南之旅尽兴而归，刚煮的。贵阳家中的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宵夜。对，一坨了。好不好吃嘛？应该好吃。我爸做大菜比较好，但是煮面条很黑暗的。好吃。老爸，你是不是又秃了？又秃了。哎呀，老了。旅途的疲惫被女儿一碗面抚平。不过，采风归来的宋德兴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。任何行业里面，审美非常重要。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。我希望厨子他是一个很美的职业。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兴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，并鼓励他作画。
学绘画4年，给宋德兴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，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。一个好的作品，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它也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，让整个空间不孤独。在广东成长学艺，到贵州创业成家，一条珠江串联起2个省份，也串联起宋德兴的寻味人生。2016年，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，宋德兴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，采集过100道菜肴，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。其中，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。宋德兴沿用传统食材，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。当时是有个规定，不能端到汤上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变。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，就是羹的做法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定放了，它就半凝固的状态。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止一次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鱼的肉拆出来。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，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，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，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，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。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，只需几滴，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，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。现代的物理飞速化哈，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，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。这个碗肴是羊的碗肴，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。碗肴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。用动物网油裹鱼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。贵州土特产糟辣椒，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，毫不怯场。羊碗肴来包这个鱼，我第一次做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，但是我愿意去探索。朋友们常戏称宋德兴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，但正是摄影、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，让宋德兴吸取西南天地灵气，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，常学常新。上海离外滩不过2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，街头照常排起长队。粤式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好。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，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，一种2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。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，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，粤商闯荡沪上，家乡美食纷至沓来，成行成市。实在广东不胫而走。我係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，一直都係做粵菜嘅。我就係2005年嚟咗上海嘅。細個嗰陣時候咧喺湛江出差。闖蕩上海滩的粤菜師傅黃建儀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仔，行走在海風陣陣的廣州伊德路上，如魚得水。二哥翻嚟好多新貨，睇下。係喎。我要個貨全部留翻俾你啦，呢度過嚟睇下。呢個2頭嘅吉品，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㗎啦，全市場都冇咩貨，1000幾斤咧先出幾個㗎。頭數是指乾鮑的大小，每10斤頭數越少，體積越大。這是頂級鮑魚的象徵之一，極為罕見。把頂級食材納入囊中，黃建儀心滿意足，從廣州回到上海的餐廳。這座3層洋樓
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。岁月流转，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。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儿，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，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。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，总厨黄建怡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魚，底氣十足。呢個鮑魚咧，佢係未有人做嘅，所以我哋先會去做一個差異化嘅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南非個吉棒兩頭，佢呢度咧有條線，佢係雕起嚟細嘅，個邊咧要撐開嚟嘅，個工序佢係唔一樣嘅，佢出嚟個口感都唔一樣嘅。干鲍以大为稀，同时也以品种论身价。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，两边高高翘起，色透金黃，是鲍中極品。其實驗上嘅證明咧，重放咗有幾年㗎啦，所以咧佢就已經係同細心㗎啦。糖心是干鲍的靈魂，鲍魚本身沒有糖心，必須經過長達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曬，晚上冷藏，才能讓內部組織因為溫差的變化發酵融化成糖心。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，之後先再焗水，就用咗熱水焗翻佢有彈性啦，先去煲。發泡好的鲍魚大如手掌，彈性十足，但入味還要借助其他肉類。佢畢竟呢個鮑魚咧，佢係一個油性唔夠嘅，即係肉味雞啊、排骨啊咁啊，補充個肉味落去，佢係比較夾啲嘅。雞和排骨經過油炸，賦予鮑魚更多香氣和金黃色澤。冰糖既能中和乾鮑的鹹味，還能讓鮑魚發脹。少量蠔油為鮑魚增添油量，突出食材本味，才是粵菜風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語言。經過48小時大砂鍋恆溫燜煮，鮑魚終於出爐了。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，期待食客的欣賞。這隻看上去平平無奇的白切雞大有來頭，但輔料極其簡單，只有葵花籽、蜜棗和清水。要炒香佢先會特色咗嗰陣葵花籽個香味。隻雞係葵花雞，食葵花籽長大嘅，只能到喺廣州南沙葵花園先有嘅。佢養個時間咧係150日到160日。還有廚師經驗老道的按摩，因為佢通毛嗰蟹收縮咗，要將佢個纖維嘢打鬆咗佢，更加容易浸熟啲。選材與技術的雙重加持，讓葵花雞的皮與肉之間產生一層果凍狀的物質，吃起來更嫩滑。撒上食用菊花，一道經典粵菜白切雞就足以驚豔四座。老廣創新求變的精神，叉燒也被玩出了新意。來自美國的牛小排，均勻分布的雪花充滿汁香，卻不肥膩。片除牛肉的表層脂肪，改刀成規整的長條，再用傳統叉燒的配料醃製。美國牛肉與嶺南醬心相遇在黃浦江畔。呢個傳統個味已經豐盈咗啦，所以我就將個味做翻個牛肉啊，佢會更突出。醃製好的牛肉入爐，以炭火烤至9分熟，最後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，用猛火燻烤牛肉叉燒，增加醉人焦香，視覺與味覺同時得到滿足。宴席主角兩頭鮑正在小砂鍋裡鮮香四溢，柔軟中帶有韌度，如軟心糖一般在嘴裡糾纏，唇齒留香。粵菜風行滬上百年，不但得益於高檔餐廳的腔調，更有賴於扎根弄堂的親民。
黄建怡的魔都美食版图，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，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。咁啊，啲水點樣啊？好靚啲雞。係嘛？安鋪個白切雞醃雞嚟嘅嚇。我好靚。啲鵝啊，鹽拆鵝係雲生嘅，都好靚。係嘛？即係估唔到可以浸光菜，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。係嘛？黄建怡带着满身的粤厨技艺闯荡大上海，正如100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，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。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，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，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，横跨7个气候带。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。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，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，让主厨们为之向往。哇，好新鲜啊，这新菜！你看，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，我就喜欢逛菜市场，真正的人间烟火。对啊，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，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。对。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。可以吃啊，这个可以天妇罗，可以水性杨花，大理的海菜。师兄，你看这是云南独有的辣椒，好像叫七彩椒，对不对？七彩椒啊，不是很辣。不是很辣啊？哦，不，马上辣出来。哎，这最新鲜的，今天下山的，刚刚那些都不是。看着就好吃，怎么做？炒啊。那我们走吧。从菜市场满载而归，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。哼哼和师兄是半个广东老乡，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。爸爸是顺德人，妈妈是重庆人，我是标准的广东味，就因为我家里都是爸爸做饭。我係18歲入行，咁啊做廚房做咗30幾年。早期一直喺廣州啲餐廳度做，突破唔到個瓶頸，咁啊於是接受到一啲外省餐廳嘅邀請，幫佢帶一批粵菜徒弟。咁啊同時咧學佢本地嘅地方菜。喜歡呼朋喚友、露營野餐的哼哼，遇見四處漂泊做粵菜教官的師兄，在大理一拍即合，把朋友間的戶外聚餐演變為私人定制野宴，讓向往大自然的人們感受野外擺桌子的魅力。最近，他們又接到新訂單，按慣例要設計線路和菜單，團隊便一起出發踩點。雲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國，每年6到10月是雲南的雨季，也是吃菌子的好時節。今天我們能採到什麼菌子？松茸，然後牛肝菌、桂花菌、虎掌菌，有沒有燕窩菌啊？燕窩菌有的，這個要看我們的運氣。蘇金蘭是採菌經驗豐富的老鄉，跟着她，2位孤勇者可以大膽採菌子了。低海拔的菌子多而味淡，海拔越高，氣溫越低，野生菌生長慢，滋味積累得越濃郁。松茸只生長在3000米海拔以上，沒有任何污染的松林、栗林中。松茸是最難找的菌子之一，通常隱匿在松針覆蓋的腐殖土中。眼睛要尖，鼻子要靈。好像有聞到松茸的味道，好像有點甜甜的味道哎。我們這裡在哪裡？有這個。哦，看到了。是嗎？哇！往下一點，往下下。對。松茸根淺易挖，但依然需要輕拿輕放，保護菌身。被採挖的松茸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風味與養分。對，黑色的那個就是芳香物質，切開以後香味更濃。對啊，真的就是這片森林的味道。好扎實啊！哇，好新鮮。今天的採摘，他們居然運氣爆棚，收穫滿滿。我有動。耶，這個是不是松茸？哪裡？這裡有一朵。來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啊！天哪！
把挖过松茸的地方重新掩埋，保护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菌丝，是采菌人与自然的默契。从海拔3000米回落到2000米左右的区域，有着最丰富的野生菌品种。这个长得有点歪，它底下就像猫科动物的一样。这个是黄虎掌的那个五花肉的味道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天哪！哦，奶浆菌。奶浆菌，你掰一下嘛，它就会流那个汁，特别像奶。哦，果然有牛奶的味道。是啊。这见手青啊，这手一摸就变色了。对呀，它是有带点微毒的，虫子都不吃。好像云南人就最爱吃这种。对。啊，这里有好多红菌子。这就是糖板板那个吗？对，这个你又不能吃。你试试看。看一下能不能见小人。快，把它扔了。吃了马上糖板板。哇哦，货还是不错的，可以的。可以。收起来吧。好，你准备下山。好的。怒江州金花店距离大理古城大约5小时车程。海拔3600多米的草甸湿地，人烟稀少，是团队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。哼哼和师兄欣喜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，马上要派上用场。小伙伴也已定好今天用餐的地点。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，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，食材需要因地制宜，不时。阿亮，你们在打酥油啊？能不能给点我们？我们在这里做菜，想要点酥油。哎，谢谢阿亮。松茸是今天的前菜，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。酥油它更有手工感，它没有黄油那么香、那么霸道的味道。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，配上诺邓火腿。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，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。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，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。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，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猪，就用那个油鸡枞去炒了一个肉馅儿，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，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，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，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。老友多年默契，投入做菜無需言語。我係做傳統餐飲出身，追求穩定性會多一啲。但哼哼唔同，佢做菜好有天賦，好有靈氣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做菜嘅靈感。師兄幾十年的廚藝，如今化為大道至簡，食材至上。雲南可以揾到好多原生態嘅食材，用好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將佢做得好好食。呢個亦都係粵菜廚師嘅強項，佢哋可以將食物最佳嘅狀態呈現到出嚟。師兄先用酥油把一鍋菌炒香，塞入雞皮裡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黃色澤，以油紙包裹，埋進已經炒熱的粗鹽裡。一隻雲南血統的粵式鹽焗雞誕生了，撕開雞皮，肉香撲鼻。肉類和野生菌分離出不同的氨基酸，放大了彼此的鮮味兒。師兄把黃虎掌菌切成條，與這道粵式家常菜蒸排骨搭配，菌香與動物油脂互相激發鮮味兒，越嚼越香。新出爐的菜單需要試吃，萬事俱備，只差客人了。我們普米人，可愛的家鄉。Hello， 哇，好漂亮，你们！謝謝，這是我們的民族服飾。哦，你們是什麼民族？我們普米族。普米族啊！啊，哇，好漂亮！普米族。阿秀，阿姨。熱情的廣東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，野宴正式開始。這是可以打開的。哇，這裡頭是青稞嗎？還是小麥？燕麥。哦，燕麥。
小姐姐，你把我们的寿司做的这么好吃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我们要有这么好吃，爱才是最好的调料。感谢了，感谢了。来。让我们一起干酒醉，让我们一起干酒醉。庙堂之上，粤菜曾以高档商务宴请闻名于世，但老广骨子里对食材原味孜孜以求，在乡野寻味，以天地下酒。老广的厨房在千里之外的大自然找到了新的落脚点。2000公里外的青岛，一位粤厨正在鲁菜的故乡打造青岛菜的招牌。青岛正迎来晚秋，100年前的万国建筑群与现代的摩天大厦交相辉映，构成属于青岛的天际线。黄海回馈给青岛人丰富的渔获，在家门口赶海，塑造了青岛人的生活。来自广东梅州的厨师郭科，在青岛定居已经16年。今天跟着老朋友尹宝昌来到海洋牧场。今年的海参怎么样？海参丰收了。今天就准备到这个海洋牧场来捕捞第一次的海参。我就要最大的海参。好，1斤到1斤2两以上的都给你了。好，谢谢严总。一会儿从那个码头上上。哦，就那边。哦，我看到那好多船那里。一会儿就到。海参是粤菜的名贵食材，青岛是中国海参的主产区之一。北方刺参每年都得夏眠和冬眠，因此4月和11月是海参最肥美的时节。尹宝昌自小在青岛海边长大，养殖海参已有20多年。今天是开捕的第1天，他带着郭科出海捞参。这片海域深达20米，既抗风浪又防热保暖，是海参理想的安乐窝。但对潜水员来说，是对生命的考验。换上潜水服，戴手套，穿脚蹼，背起氧气瓶，拉下护目镜，挂上网带，被当地人称为海猛子的捞参人下水了。尹宝昌的海洋牧场采用底波养殖技术，将人工育种参苗投放到海底，任其自然生长，以海底藻类和浮游生物为食。这样的品质与野生海参最为接近。海参是恋家型的动物，因为蠕动缓慢，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过30-40平方米。但每一只海参都是躲藏高手，专门藏身在礁石底，海猛子要靠火眼金睛才能寻到。好嘞，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次捞海参。这时候的海参呢，这个肉厚。1斤左右一条的海参要长多久啊？那种都得5年以上才能长这么大。刚捞上来的海参，身刺坚挺有力，呈黑褐色，才算得上标准好参。海参的体壁内存着一种自溶酶，如果离开海水时间太长，会融化成水。郭科和尹宝昌上岸后，马上给海参开膛破肚。传统的干法都是从这个肚子中间，这样。我们主要是头上把牙给剪了，另外一头呢就剪一点的，就让它把肠给掏出来。传统加工手法几秒就可以清理完一只，而郭科为了追求海参的实心口感，只在两端剪小口掏内脏，费时又费力。除了时间，海参的天敌还有油、阳光和化学物质，这会让它加快自溶。郭科索性在海边架起炉灶，直接用海水煮起了海参。做这个海参呢，我们要用铁锅来，铁锅它煮出来的海参呢深黑色的，
不锈钢锅或者说铝锅煮出来的海参呢会发白，会掉颜色。做干海参呢，它是煮10几分钟，它就可以拿去做烘干。像我们这种是鲜吃海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煮够80分钟，煮出来的标准呢是要实心很硬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郭柯把海参带回餐厅，把海边煮好的海参冰镇12小时，海参便胀发成原来大小。接下来便是调味了。刚入行的时候做一个冰镇鲍鱼，就是用冷卤水来去泡的，所以今天呢先做一个冷卤海参。味极鲜，蒸鱼豉油，万字酱油，广东的鱼露。因为不能有油脂，所以就不能去靠动物来去提鲜，所以我只能靠蔬菜来去提这个鲜味。把煮好的卤水放凉，再浸泡海参4小时以上入味儿。上桌前还有一道工序，用柚子醋、火龙果汁混合大豆卵磷脂，打发成泡沫，作为蘸料。我用海参蘸着醋吃，所以用了分子料理里面的一个泡沫技术，把它融进去，方便吃到这种酸味，而又不影响我这道菜品的仪态。实心海参肉质软糯，咸香的卤水被果醋的酸甜中和。这道主打菜让人耳目一新。除了海参，青岛的对虾、梭子蟹、鲜鲍、海肠等也久负盛名。当我来到青岛之后，我会发现，哇，这边的食材太棒了，我就想用我粤菜的烹饪思维去做融合和提升青岛的东西。汤是粤菜的灵魂。郭柯把果冻状的鸡汤加热作为汤底，他要用青岛本地的5种活海鲜做一道汤品。食材首选活海参，清理完内脏，郭柯把海参放进糖里腌制5分钟，去掉青涩味儿。然后将腌好的海参放进50摄氏度的水里，开始了拉海参的魔术表演。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保证海参的均匀，一定不能拉破它，因为它拉长了之后呢，海参呢才不会紧实，紧实之后它是硬的。海参拉薄后切片，和软糯 Q 弹的黄海大对虾，切成薄片的鲍鱼、鸟贝一起汆水备用。这个海肠啊，在这个胶东半岛里面最好的海鲜之一。5种鲜活海鲜层层铺满，切断的海肠放在最顶上。那冲汤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是要每一个海肠的面都要冲熟。这海肠是活的，海肠的一些自有的粘液，它就会释放出来，让汤变得更鲜。这道五珍烩仿佛活海鲜版的佛跳墙，鲜字当头，内容扎实，毫不花俏。和粤菜尊重食材本味的做法不谋而合。虾头经过干煸或取虾油，郭柯准备做一道从小就会的客家菜。客家人中意嘅咩都可以用肉。細嗰陣時嘅煎豆腐係我好強項，因為從細到大幫老豆煎豆腐啦。郭柯的厨艺来自渊源家学，爷爷那一辈就是厨师。所在的乡村更是广东著名的厨师之乡。这道客家酿豆腐，郭柯把来自广东大山的味道与青岛的海洋气息完美结合。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郭柯工作室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会郭柯今年在自己餐厅里开辟了一间工作室，可以边做菜边和食客交流。自从我来之后呢，我打破了鲁菜粤菜，我做的是什么？是青岛菜。我只是把粤菜融到里面来去，因为我要为这个城市添光加彩。感谢大家来捧我们的场，谢谢。谢谢。粤风北涧，正是100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，用一把菜刀、一口铁锅、一身技艺。播撒出粤菜的种子，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，也成就了老广味道的生生不息。
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